每当谈到平板电脑的时候，相信很多的小伙伴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苹果家的 iPad 系列，然后呢才会想到安卓阵营各种各样的平板电脑。至于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 iPad 除了可以娱乐之外，的确是可以作为生产力工具的。比如小白身边的一些做设计行业的朋友们，很多的工作都可以靠 iPad 完成。但是反观安卓阵营的平板电脑，虽然也有很多打着生产力的噱头，但是最终到了用户的手中，却沦为了买前生产力，买后那个啥的东西，甚至呢还有可能会沦为盖泡面的神器。虽然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安卓平板电脑，但是安卓的老祖宗 Linux 却在平板电脑市场表现很差，甚至毫无声响一般。就比如小白之前做的那期 Pinetub 的视频，它在海外的售价真心便宜，但是停航母的外观设计和5年前的硬件配置的确让人提不起兴致来。而本期视频小白要为大家分享的产品，虽然也是一款 ARM 架构的平板电脑，但是与 Pinetub 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区别，那就是它的价格了，超级的贵。至于多少钱呢？别问，问就是求。凡是超过了50块钱的数码产品，都是小白捡不起的东西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舌头 UP 主熊小白，欢迎收看熊小白玩数码。小白玩数码的原则是这样的：50块钱以内的产品靠自己就行了，超过50块钱那就得靠朋友了。在好朋友的帮助下，终于借到了这款搭载 ARM 国产处理器的国产 Linux 平板电脑京派的 A1。虽然只是一部工程机，系统也没有完善，但是呢，拿来简单的体验一下，应该还是可以的吧。产品的包装盒很简单，除了印有京 OS 的 logo 和产品型号之外，在它的左下角还印有屏幕的尺寸。话说，为什么要强调尺寸呢？难道在后续还要推出其他的尺寸吗？在背面的这个地方标注了产品的一些信息，内存是8+256组合，应该是顶配版本了，买不起啊，买不起。开启包装之后，先把平板放在一旁，看一下下面的配件层，左侧是电源适配器，右侧则收纳了取卡针、Type-C 数据线、说明书、保修卡，还有一包要你命3000的小糖果。屏幕前的大朋友们请注意了，请在小朋友的监督下将这包小糖果丢进垃圾桶里去。接下来咱们看看产品，这台京派的 A1 附送了一个特别厚实的保护套，采用了磁吸的设计，能够切换2种可视角度。一开始小白以为磁吸是在皮套上，后来才发现竟然被设计在了平板上面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将这台京派的 A1 吸附在铁质的物品上，比如家里的冰箱上面，又或者是吸尘器上面。好了，继续说回产品吧。想必关注过这款平板电脑的小伙伴们都应该知道一些它的参数了。屏幕是11英寸 AMOLED 材质，纵横比是4:3，上下边框是5.3毫米，左右边框是7.5毫米，分辨率为2368×1728像素。从数据上来看，要比苹果家的 iPad Pro 多那么一点点的。机身的三维是23.5×178×6.7毫米，重量约为500克。机身左侧是电源按键，右侧是 Type-C 接口，左右两侧还布局了4个扬声器，顶部是音量调节按键，底部则是 TF 卡和 SIM 卡槽。机身的背面是镜面玻璃设计，玻璃下层还印有菱形格子纹理。虽然玻璃是好看，但是呢也是指纹收集器啊，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，还是带套安全又省心啊。前置摄像头是500万像素，用来视频聊天应该是足够了。自拍的话没有美颜功能，像小白这样的颜值，一不小心就拍成了。后置的摄像头是800万像素，配备了双 LED 补光灯，支持8倍数码变焦，用来拍摄一些文档资料还是完全可以的。对了，在机身的背面还设计了5个金属触点，用来连接专属的键盘保护套，可惜小白没有接到，所以呢也无法为大家演示了。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操作系统吧。京派的 A1 搭载的是基于 Linux 研发的京 OS，最早亮相于2021年1月份，当时小白体验的还是 X86 架构的 0.6 版本，而这一次在京派的 A1 工程样机上面预装的则是 0.9.1 版本，估计要等到 1.0 版本的时候，京派的 A1 才会正式上市吧。至于系统的 UI 交互，那就效仿了 iPad OS 了。在手屏的界面上滑，可以调取出解锁的数字面板，解锁之后进入到系统的桌面，桌面的布局也很苹果风格。顶部是状态栏，左侧下滑是通知中心，右侧下滑是快捷菜单，中间是应用程序，底部则是 Dock 栏。系统级的应用都专门做了大屏幕触控 UI 的适配，给小白的第一感觉就是，这还是那个熟悉的 Linux 系统吗？在应用中，3指左右滑动可以快速的切换应用，从底部向上滑动则会进入到最近的任务列表，而从屏幕左右两侧向内滑动则会退出到主页面。
系统预装的浏览器是开源的 Chromium 浏览器，在体验上和 Chrome 浏览器是一样的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去应用商店里面下载其他的浏览器，比如火狐浏览器什么的。只不过目前还处于测试版阶段，所以呢，上架的软件并不多，仅仅只有6款而已。比如这款 Krita 软件，就是一款桌面级别的图形绘画软件，虽然很强大，但是终归是第三方的软件，并没有进行大屏幕 UI 的适配，所以很多地方的按钮都是迷你型的，还是比较适合用鼠标或者手写笔来操控。至于适配了 KingOS 的第三方软件也是有的，比如 WPS 2019。就很好的适配了大屏幕 UI 界面，并且呢，搜狗输入法也专门为 KingOS 推出了触控键盘的适配版本。至于其他的 Linux 软件，小白也安装了一些，比如企鹅家的 QQ 聊天软件，还是那种复古风十足的样子。再有就是微信了，也是可以安装运行的。并且微信的界面在默认全屏之后，与 KingOS 的风格还是很搭配的。再然后就是几个生产力软件了，比如要修图的话，可以安装 GIMP； 如果要剪辑视频的话，那就安装 OpenShot； 如果要 3D 建模和动画的话，那就安装 Blender。虽然 Linux 上面的软件的确很少，但是该有的都还是有的，并且都是免费开源的。如果实在不想用终端来安装这些软件的话，小白在此也推荐大家先安装 Software 这款软件。这是一款跨平台的开源应用商店，在里面收录了很多 Linux 平台的软件，以图形化的形式呈现。对于 Linux 系统小白用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。差点忘记了，再说一下，京派的 A1 上面的安卓应用生态版的确是支持安卓软件的运行的，但是小白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它的兼容层好像还真不是 Unbox， 从服务器上下载的安卓软件都被打包成了 DEP 的格式。虽然下载的几款安卓软件都是可以运行的，但是目前还处于测试的阶段。光小白遇到的问题就有一大堆，估计要等 KingOS 1.0 正式版之后才会修复这些问题吧。最后呢，再说说感受吧。京派的 A1 作为一款 Linux 平板电脑来说，外观设计和产品做工等方面都表现得很惊艳，尤其是和那款2020年发布的 PineTab 相比较，这款京派的 A1 才称得上是现如今的平板电脑水平啊。至于它的系统方面，效仿了 iPad 很多，目前也处于测试版阶段，很多的功能和交互都还需要继续完善，尤其是安卓应用的兼容效果好坏是最为重要的。如果做好了，就可以弥补 Linux 系统的应用匮乏了，也能够吸引更多的用户关注了。但是如果做不好的话，那势必会影响这款产品的最终走向。还有就是产品的价格，目前这款京派的 A1 带手写笔的众筹价格是549美元，约合人民币是3500元。如果和 iPad Pro 相比，那的确是便宜了很多，但是和市面上的安卓平板电脑相比，那就显得贵了一些。但是呢，这还得看个人的需求了。安卓系统上面的生产力应用软件自然是比不过 Linux 系统上的这些开源软件的。好了，各位观众老爷们，本期小伙伴玩什么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有小伙伴想了解更多关于京派的 A1 和 KingOS 操作系统的话，也可以留言或者发弹幕告知小白，小白会在第一时间内为大家解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小伙伴玩什么，最后再跪求一键三连，求点赞，求关注，求评论，求收藏，最好还有硬币哦。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